强迫症的天花板你见过吗？1号金姐患有最常见的洁癖，但到了一定程度那就是强迫症。她每天要洗手77499次，如果不小心碰到脸，必须马上洗脸；碰到头发就得马上洗头发，反正是碰到哪里洗哪里。开门永远只用脚，别人给的东西绝不用手接，掉在地上的卫生纸坚决不用。2号梅姨患有检查强迫症，每次出门前都会盖好所有的盖子，明知道钥匙在包里，可是还会不受控制的去检查。走在半路突然想起家里的灯没关，于是忍不住回去检查。好不容易坐上车，听见旁边的人说附近有小偷从窗户进入，于是越想越不对劲，就算打车也得回去检查，不然这一整天都会心神不宁。就这样，他一整天都在出门和回家的路上。3号是未动不动就爆粗口的大叔，他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说脏话，并且是越紧张骂人就越难听。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是个老流氓。为了避免与人发生冲突，他选择在网上卖鸟，但他卖的鸟最后都被退回来，因为这些鸟只会骂人，就连他自己都嫌弃。经过计算，他每天要骂1368次，一年就是499320次。从他11岁开始算起到现在49年里，他总共骂了24666680次。这些都是胡子男靠他的聪明的大脑算出来。他患有计算强迫症，只要有数字出现，他就会不停地计算。上楼时会控制不住数台阶，开车时会控制不住数车辆。接下来这位为了走路不踩到接缝，每天都要随身背一个大包，专门用来对付走不过去的地方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个对称强迫症患者，推眼镜、看手表，不管干什么都必须对称，甚至连名字都改成了 OTTO。这几个奇葩都是来找心理医生老罗治疗的。前台进来向众人解释，由于电脑软件出了问题，才让大家约在了同一个时间，现在又联系不上医生，让众人耐心等待。听到这个坏消息，他们的强迫症更严重了。只有一直坐在角落里的刘海妹非常安静。你可能会以为他们是在玩游戏，不，他们在治病，因为他患了非常少见的重复强迫症，总会不受控制的重复同一个单词，或者把自己的话重复2遍。对别人的鼓励都是这样的，就连惊讶也变成了啰嗦。前台建议他们在医生回来前先相互了解一下。首先开口的是眼镜哥，他不仅有对称强迫症，在和女孩约会时会控制不住的帮人家把包里的东西摆放整齐，导致他到现在还是单身狗。而胡子男除了不停计算数字，还喜欢收集废品，院子都被他挤得严严实实的。妻子受不了，提出要和他离婚。而一直来回于洗手间的金发姐是一名微生物研究员，她对生活中的细菌产生了极大恐惧，每天除工作外就是把办公室仔细消毒，已经多次遭到保洁阿姨的投诉，因为保洁认为她是在抢自己的工作。患有检查强迫症的梅姨，每天除了各种检查，就是不停地画识字。虽然刘海妹患的语言重复症，但她合理利用工作的性质，完美掩盖了她的缺陷。但这样的重复增加了运动量，也差点送走了学员。听完各自的遭遇后，觉得大家的处境都挺难的，于是眼镜哥有了一个大胆的提议，就是来个群体治疗。脏话大叔自告奋勇做小白鼠，他要坚持在3分钟内不许说脏话，可越紧张症状就越严重，看得一旁的刘海妹也犯病了。大叔也觉得自己没有开好头。第二个是爱检查的梅姨，她要坚持3分钟不画识字，不检查钥匙。大家开始轮流提问，钥匙带没带，要不要检查一下，水龙头关没关。几轮的诱导下，梅姨忍不住开始找钥匙，精神高度紧张的她出现了抽搐，幸好在最后时刻找出钥匙，她才缓过来。这一伙人把金姐围堵在马桶前，要她触碰这个公共厕所的马桶，眼看着就要成功了，但金姐想到马桶上数以万计的细菌，最后还是失败了。胡子男受不了她磨磨唧唧的样子，直接抓起她的手按在公共洗手台上反复摩擦，潮湿黏腻的触感顿时让金姐浑身发抖。实在受不了的她给了胡子男一巴掌，接下来她要在3分钟之内不能洗手，很显然她做不到，以失败告终。接下来要让眼镜哥去踩接缝，病友们会对她做什么呢？她为了走路不踩到接缝，每天随身背一个大包，专门用来对付走不过去的地方。但接下来的3分钟要让她踩在接缝上，病友在背后猛地推了她一把，她一个倒立后又成功将2只脚放回条纹里，于是把她眼睛蒙起来，故意带她到接缝上。摘下眼罩的一瞬间，她嗖的一下跳进了胡子男的怀里。轮到胡子男时，大家自动排起队，向他提出高难度的计算题。他眼珠子一转，快速回答，只要与数字有关，再难的问题他都能回答上来。胡子男绝望了，这个办法根本行不通。就在大家准备离开时，脏话大叔向胡子男提出一个问题，在刚刚1小时内，梅姨画了多少次识字，而自己又说了多少脏话。这次胡子男居然回答不上来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。还有在大家帮忙抢救梅姨的时候，眼镜哥情急之下多次踩了接缝，金发姐摸了梅姨后也没有去洗手，刘海妹也不是每句话都在重复，梅姨也有一段时间没有画识字。原来大家在紧急情况下就会暂时忘记自己的强迫症，当刘海妹要开始重复时，眼镜哥用独特的方法帮助她，也拯救了自己。
他们收获了一段美好的爱情，每个人都有突破，唯独脏话大叔看到群体治疗效果不错，于是他们拉了一个名为强迫症联合会的群，决定每个月集体治疗一次。众人都离开后，大叔一个人返回诊所，原来他就是医生老罗，而前台是他请的临时演员。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老罗设计好的，他也想借这个机会治疗自己的强迫症，可惜还是失败了。胡子男试着清理家中的收藏品，重新赢回了老婆的心。梅姨也控制自己不再比划，而且彻底把钥匙留在家里。金姐也缓和了跟同事的关系，眼镜哥和刘海妹用独特的方式来帮助对方克服，而脏话大叔继续利用群体治疗法迎接下一批患者。